在主动挑衅的同时，美方还妄图颠倒黑白，对中国正常的军事训练大肆渲染，发起舆论攻势。路透社周五引述所谓消息人士的话称，解放军航母山东舰当天驶过台湾海峡，美约翰讯号进行了跟随。该报道故弄玄虚的描述称，台湾海峡是敏感的。报道中的消息人士煞有介事地表示，当天上午10点半，山东舰出现在金门西南约30海里处，一架民用航班上的一名乘客拍下了画面。山东舰的甲板上没有搭载飞机，向北驶过海峡。针对外媒炒作山东舰穿航台海、美驱逐舰尾随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指出，山东舰航母有例行的训练安排。我觉得你可能是太敏感了吧？敏感的是你，恐怕不是台湾海峡。山东舰过台湾海峡的确不稀奇，实际上这已经是山东舰第4次穿越台湾海峡，此前3次分别发生在2019年的11月，以及同年12月和2020年的12月。有观察认为，此次山东舰返回大连船厂进行维护工作的可能性最大。航母的使用强度很高，经过一段时间的战备巡航，需要返回维修保障基地进行保养，因此走台湾海峡北上，这很正常。可疑的反而是向路透社提供消息的所谓知情人士，既能够知晓民航机上的旅客的行动，也知晓美军舰行动，还掌握台军情况，不但告知了媒体，还定义为挑衅性行动。能操纵这一切的，很可能就是美国官方。这是美国在舆论上打台湾牌的表现。那么美国之所以要披露那么中国的这样一个山东舰在台湾海峡的活动，我觉得实际上是有炒作中国的军事威胁的嫌疑。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的说，那么中国的这个山东舰那么在台湾海峡的这样一个穿过，那么是我们合法的一个权益，是我们捍卫领土主权、捍卫我们海洋权益的这样一个不可辩驳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美国不应该指三道四。环球时报和参考消息近日报道了美国军方首次披露了中美隐形战机近距离接触的消息。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上将近日在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一场视频对话中表示，美国 F-35战斗机最近在东海与中国歼20进行了相对接近的接触，但他没有说明具体的距离，同时强调不能把这次接触形容为交锋，意味着双方没有发生对抗性动作。威尔斯巴赫判断解放军的歼20正在执行制空任务，并形容中国飞行员飞得相当好。歼20所属的指挥和控制体系让美军印象深刻。美媒分析认为，威尔斯巴赫给予高度评价的解放军指挥和控制体系，是基于当天在歼20附近出现的一架空警500预警机。威尔斯巴赫强调，这款预警机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战机和导弹提供了协助，是歼20的战力倍增器。而美军现役的E-3预警机太过老旧，无法远距离发现歼20。空警500预警机是中国第3代预警机，以国产运9为载机，可以为战机和导弹进行目标识别和任务分配，采用世界领先的数字相控阵雷达技术，在重量、雷达天线口径大幅下降基础上，实现情报处理能力、抗干扰能力的大幅提升。他的表述呢，实际上意思就是说，这个不仅是这个歼20表现让他印象很深刻，而且就是中国空军的这个空中杀伤链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这种配合和他的这个熟练程度，也让他印象非常之深刻啊。所以说可以说他对这个歼20的评价还就是以及整个背后的这个配套评价是很高的。2017年，美军首支成建制 F-35联队就部署在驻日美军延国基地。观察指出，美军 F-35数年中多次向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空中渗透，目的是探测解放军的综合防空系统的反应能力以及反偷袭效果。这次威尔斯巴赫提及歼20是在执行制空任务，显然是针对美军的 F-35进行的必要反应。中美4代机的空中相遇，实际上是背后体系力量的较量。确实是这个，随着大家5代机越来越多迟早走路会碰上。那么现在也到了这个时间点了。美军素来强调代差，以此来强化自己的优势，但在同为4代机的歼20面前 ，F-35并无优势可言。事实上，去年8月，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就说，美国空军的重点应该是保持领先于中国的军事技术发展，以继续部署吓倒中国的武器。中国空军副司令员王伟当时就自信地回应称，只要你不害怕，就让我们到云端相见吧。
今年1月，央视国防军事频道报道了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空军特级飞行员、金头盔飞行员李林的先进事迹。而李林所在的航空兵旅列装的正是备受瞩目的国产歼20战机。节目披露，该旅歼20开始参与战斗值班，这意味着列装歼20战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该旅已快速形成战斗力。歼20在我心中，不仅仅是一款无与伦比的先进战斗机，更像是一把尖刀。发挥好一把尖刀的作用，你首先得成为刀尖。今年3月5号，央视军事频道军事报道栏目采访了歼20飞行员王丽。王丽透露，自从他驾驶歼20以来，曾执行过包括大型体系演习以及海上应对管控在内的多重任务。美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周4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指责美方的挑衅行径，强调将坚决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不到1个月时间里，美国海军再度高调公开宣布美舰过航台湾海峡，并意图炒作舆论，对中国正常的军事训练大肆渲染。如何来解读美方背后的盘算？来看看报道。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周4美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美方此类挑衅行径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是十分危险的。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此次过航台湾海峡的拉尔夫·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于2018年3月开始服役，是美国海军建造的第64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配备了宙斯盾基线9作战系统，拥有一体化防空和反导作战能力。美军将约翰逊号称作是美国海军最新型、能力最强的驱逐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月26号，约翰逊号驱逐舰也曾出现在台湾海峡南部，穿越台湾海峡。美海军一架 EP-31电子侦察机在台湾海峡南口提供情报支持。台湾联合报当时的报道称，约翰逊号选择在此时通过台湾海峡，并打开 AIS 信号，相当明显地传达了所谓挺台的立场。分析认为，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海军再度高调公开宣布美舰过航台湾海峡，表明尽管美国近期一直高度关注乌克兰局势，但并没有放松在印太方向的动作。美国军舰呢过航台湾海峡，实际上是要表明对台湾的这样一个支持态度，同时也要向中国进行这样一个武力炫耀。那这种举措呢，实际上是和美国一直宣称的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不支持台独是有所相悖的，因为它不利于台湾地区的这样一个和平稳定，也不利于两岸这样一个和平来解决台湾问题。